Gary 是一个工程师，一个机器学习工程师。自从2020年疫情爆发后，他不敢随意出门，生怕染上了 COVID-19。也因为如此，他开始迷失了生活的目标。他不运动，他作息不正常，他饮料喝2杯全糖，他玩手游买了一堆礼包。随着这些生活毒素慢慢的累积，他的腰围也日益增加，一路从33寸的小蛮腰变成了37寸的水桶腰。2023年3月29日，这一天一切都改变了。他想起了肥胖的恐惧，看着自己的大肚腩，他自知不能再这样下去。柯 P 说过，你不解决问题，问题就会解决你，小问题都解决，就没有大问题。所以他决定成为一名 YouTuber。他开始学习拍摄、写脚本、剪影片，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与时间。然而，影片观看数不到50，频道订阅人数也不到50，这还是已经算上了你看完这部影片也会订阅。你会吧？所以简单来说，3个字：超级可悲呀。这时候，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机器学习工程师，所以他决定寻求 AI 的帮助，而这个 AI 就是 AutoGPT， 让 AutoGPT 教他如何成为100万 YouTuber。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个频道，我是工程师 Gary。没错，就像前面所介绍的，今天我们要来用 AutoGPT 教我们如何成为100万 YouTuber。在我们上一周的周报，我们其实已经有提到了 AutoGPT 这个工具。那上周我们介绍的时候啊，它这份 Work 的 Star 大概只有2万多颗左右，现在一路暴涨到了10万。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大概就像是一个 YouTuber 啊，从0订阅一路直接成长到了100万订阅，这种夸张的程度吧。OK， 那 AutoGPT 它这个运作原理大概是怎么样呢？它呢一开始就要设定一个最大的目标，然后呢它会问你要分成几个子目标，目前最多大家可以设成5个。根据这些子目标呢，它就会帮你开始做 Google Search， 把这些找到的内容啊、结果整理给你，然后重复这个查找啊、整理的过程，直到完成所有设定的目标。那我们在这几周啊，常听到关于它有许多错误的说法，例如说呢，它可以取代 ChatGPT， 其实啊，它就是帮你呼叫 ChatGPT 去完成这些整理啊、查找的动作。所以，与其说是取代 ChatGPT， 它反而是自动的帮助你使用 ChatGPT 这个功能。第二个常见的错误说法呢，就是说它可以帮你完成任何的事情，这当然不可能这么神嘛。如果这么神的话，那我们通用人工智慧就已经产生啦。它其实就是自动的帮你查找 Google 上面的东西，整理然后消化给你而已。那因为它要重复这个动作很多次，每一个重复的循环呢，它会做的事情包括有产生想法、计划跟执行的命令，问你同意要不要他这样做。同意后呢，就执行任务，收集必要的资讯，根据收集到的资讯呢，再决定下一轮要做的事情。那我们常见到介绍使用 AutoGPT 的工具啊，常常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常见的问题是因为它是要把它载下来，放在每个人的电脑上面执行，这样不同的人呢就会遇到不同的问题。例如说作业系统不一样啊，有的人是用 Windows， 有的人是用 Mac， 或者是说 Python 的版本环境不同，这样你在执行 AutoGPT 的时候啊，就会发生一些不可预期的错误。再来第二个比较常见的问题是，这些使用的方式啊，对于不是程式专业的人，可能不是这么的友善。那今天这部影片就要教你如何从头在 Colab 上执行 AutoGPT。最后你还想要更无脑的话，我们还会带你去另外一个网站 AgentGPT 来达到类似的效果。OK， 让我们现在开始吧。首先，我们先在 GitHub 上面找到 AutoGPT， 你可以直接在 Google 上面直接打 AutoGPT， 然后 GitHub 就可以简单的找到。这个网址我们也会附上去。然后呢，我们打开 Colab， 那要怎么开 Colab 呢？我们就直接在网址上面输入 Colab。那我们就看到第一个 Colab， 我们就点进去，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新增一个笔记本，那我们就叫它 AutoGPT 好。那关于使用 Colab 简单的介绍，到时候我们也会另外做影片和大家讲解。在我们使用 Colab 之前呢，我们要先准备好几个东西。第一个是 OpenAI 的 API Key， 这个部分呢，我相信大家如果有在用，就应该知道怎么去找了，所以我就不多说了。再来，因为我们是要在 Colab 上面做 Google Search 的动作，那因为它不能直接打开浏览器执行嘛，这时候我们就要先准备好搜寻引擎的 API， Google Search API， 打 GCP， 那我们就点第一个进去，然后呢，我们在控制台这边点进去。那因为这个是我之前已经先创好的专案，怎么样创造专案呢？
可以从左上角这边，然后你可以新增专案。那我现在这个专案里面是什么东西都还没有，所以你只要新增好一个你自己的名字的专案，就可以跟我一样。接下来我们就在这个专案里面建造一个 Google Search API 的 key。我们从侧边导览点一下，然后在这个 API 和服务这边，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已经有启用的 API 有什么。那这是因为一开始什么都没有做的专案，所以这些你可以看到是原本预设的。那我们等一下如果加了新的 API 进来之后，我们就会看到它新加进去的部分。然后呢，我们在这个程式库这边点进去，我们打 Custom， 你就这边就会跳出 Custom Search API， 那我们就点进去，然后就启用这个。那你可以直接按这个试用这个 API， 那它这边就有一个取得金钥，那我们就选说我们要的这个专案的名称是这个 AutoGPT。下一步，这时候呢，我们就拿到这个 API key 了。那我们要把这个 API key 到时候要存下来。好，我们可以看 Show Key， 那我们就把这一段 API key 存下来。这时候你回去重新整理一下，你就可以看到这个 API 呢，已经变成它是可以管理的，不用启用了，因为它已经刚就启用了。然后这个 API 呢，一天是可以使用100次以内，都还是不用钱的。那我们再回来看已启用的 API 的部分。这时候你就会看到 Custom Search API 就已经出来了。好，这样我们就先拿到 API Key 了。可是呢，我们还要有一个搜寻引擎的 ID。那这个呢，就在哪边？在这个程式化搜寻引擎这边。那这个网址我会附给大家。那在这边就是要建立一个程式化搜寻的引擎。那我们就按新增，然后我们就随便取一个 AutoGPT。那这个搜寻引擎呢，我们是要让它搜寻在整个网络嘛，所以我们就选择搜寻整个网络。然后我不是机器人，哇，点真的公，对，然后就按建立。那这个新的搜寻引擎它就已经建立完成了。然后我们就到制定这边，这里你可以看到有一个搜寻引擎 ID， 这也是我们要记录下来的，之后会拿来填在设定档里面。OK， 准备好这两个东西，还有 OpenAI 的 API 钥匙，我们就可以回到 AutoGPT 的部分了。首先我们要先把 GitHub 的程式码下载到 Colab。这时候呢，我们回到 AutoGPT 的 GitHub。点开这个 code 呢，然后复制这个，然后再到这边呢，打上 git clone 这个网址，然后按执行。git clone 下来之后呢，我们就要切换到 AutoGPT 的这个路径。那我们这里呢，就用 import OS 更改工作路径的，我们就要切换到 AutoGPT 的这个路径下面。然后呢，我们就要安装 Python 它所需要相关的套件。这时候呢，它就开始安装。安装好之后呢，我们回到 AutoGPT 它的 GitHub 下面，它有解释呢，建议大家使用 Stable 这个版本，不要用 Master 的这个版本，因为 Master 可能常常就会坏掉。那我们就采纳他的建议。那我们要怎么样切换到 Stable 的版本呢？就是 git checkout Stable。好，切换到这个分支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现在的档案结构会长什么样子。我们看到 AutoGPT 它这个路径下面呢，会有各种各样的档案，但是我们好像没有看到我们设定环境的那个档案。这个原因是因为前面如果点这个档名的时候呢，它就会被隐藏，所以我们这边把这个眼睛打开，那我们就会看到有点 env 点 template 这个档案。那这个档案就是我们要更改环境变数里面所需要的档案。如果直接点它的话呢，它会说哦不能截取这个档案。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就把它复制成另外一个档案名字，叫做 env 点 txt 好了。那执行之后呢，你就会看到多了一个档案，叫做 env 点 txt。重新整理一下，这边我们点两下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在这里就是有环境变数。那这里呢，我们要做的几个动作呢，第一个我们要先把 OpenAI 的 API key 输入进去，然后呢，这个温度呢，它预设是把它注解起来的。那以之前的版本，有的会打开，有的会关起来。那建议大家这边都要把它打开来，因为如果它 temperature 如果不设成0呢，预设好像是 0.7 之类的。那如果是 0.7， 这有什么问题呢？在我测试的时候啊，执行的动作它几乎都不做事，一直 do nothing， 这样就没有达到我们要做 AutoGPT 的效果嘛。因为我们要做很多不同的动作，例如说浏览器啊，所以这边我们就把它打开，打开就把这个井号删掉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找到刚刚我们准备好那两个 API key 要填入的地方，这边你可以看到有一个 Google API key 跟这个 Custom Search Engine ID。
那这个 Google API Key 就是我们前面第一个讲到的部分，那我们把它复制贴上过来。记得前面的井字号要把它删掉，然后呢，我们再去找到客制化搜寻引擎的 ID， 把它贴上，一样记得要把井字号删掉。这样做好了呢，就把它存档。存档的话，你就按 Ctrl+S， 那你就可以看到储存成功这边。好，储存成功之后，就把它关掉，然后我们就把原本的档名改回去隐藏档.env。这时候呢，你再来看一下这个档案夹，是不是就跑出了一个.env 的档案？那这个档案呢，就是我们刚刚把环境变数都改进去的档案。到这边呢，前面的设定基本上你就已经完成了。可是如果这时候你去执行 AutoGPT 的指令呢，你会发现它还是没有办法做下去。为什么呢？因为它没有办法正常的浏览网页。那它做的事情就是帮我们做 Google Search 啊。如果不能浏览网页的话，那它要怎么帮我们整理资讯呢？这时候呢，我们就要把在 Colab 上面的 Chrome Driver 啊，然后 Selenium 啊这些都把它做修改。那这边因为可能比较复杂，所以你就直接执行我帮你准备好的程式码就可以了。首先执行这段，再来更新你的 driver， 再来呢执行这段，最后呢我们来测试它有没有正常运作。OK， 如果你这时候看到有 example domain 出现的话呢，那就代表你正常的更新完这个 driver 跟 Selenium。但是我有发现，即便更新到这样呢，原本的程式码的部分有几行我们还是要稍微改一下，你才可以正常的运作。那我现在带大家来简单的改一下。我们首先呢，打开这个 AutoGPT 的资料夹下面的这个，还有一个 AutoGPT， 然后它有一个 command， 这就是指令，它会做的各种动作。那里面呢有一个这个 Web Selenium 档案，我们把它打开来。那我们要做的事情呢，是在下面加一段程式码。我们把原本这个第90行到92行的这个呼叫 driver 的地方呢，我们把它先注解起来。那注解的话呢，你可以就直接在前面打井号，或是比较快一点的话，就是按 command 加斜线这样子。然后呢，我们加上2行程式码。第一行程式码呢，就是让它指定使用哪一个 Chrome driver。第二行呢，就是呼叫这个 driver。那我们记得前面要把这个 service import 进来，所以我们再回到最上面。然后我们就加在这边好了，我们可以加上这行，就可以把 service 这个 import 进来。好，做到这边你就完成了，很厉害哦。这时候我们就存档，储存成功，那我们就把它关起来。好，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使用 AutoGPT 了。那怎么用呢？它的用法很简单，我们先把旁边这个档案侧栏缩小，然后呢，我们就来使用 AutoGPT， AutoGPT 这个指令，其实你在 GitHub 的 README 上面也可以看到。那我们就执行，然后呢，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它，首先它就是说，它已经成功启动起来。然后第一步要你帮这个 AI 取一个名字，那这个名字可以先随便取，没有什么意义，我们就叫做 Gary GPT 好了，然后按下 Enter。再来这个就重要了，我们要设定这个 AI 它是要拿来做什么用的。那这边呢，因为我们要请它教我们如何成为100万 YouTuber， 所以我们就在这边输入。帮助一个 YouTuber 成长他的频道，从0到100万的订阅者。因为我的频道是跟 AI 科技跟生产力有关的嘛，把它这个目标设定好之后，我们就按 Enter。然后呢，它会要你设定5个子目标，最多5个子目标。那我们第一个目标应该就是生产有趣的影片。那第二个就是观看数咯。那第三个应该就是订阅数了吧。好，那我们就先简单设定这3个目标。你后面如果不要设，你就再按 Enter 就好了。这时候它就会开始做了。OK，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一开始呢，他有一个他的想法，他就说，要成长这个频道呢，我们需要这个产生吸引人的内容，然后呢，让观众可以回来看这样子。所以他的推论呢，就是要产生这个有趣的内容，然后他有制定了几个计划。第一个就是他对最近的这个 AI 啊、科技啊、生产力的趋势啊做一个研究哦，然后再来第二个，他可能要产生相关有资讯的内容，然后呢，在社群平台上面呢推广这个频道，然后再和其他的 YouTuber 这个合作，而且是要有相同兴趣的。
再来呢，就是用一些 SEO 的技巧呢，来去优化你的这个影片的内容。看起来这些计划真的是还蛮不错的。接下来我们会看到他下一个动作，他就写是要去 Google，OK， 那他 Google 呢，他就是要去找什么东西呢？他就会先找这个 latest trend in AI technology and productivity， 所以他就是 Google 这些关键字。那他问你要不要执行，那我们就按 Y。这时候呢，他就在 Google 上面开始做搜寻的动作。那刚刚这个 Google 搜寻的动作呢，其实就是使用到我们前面先设定好这些 Google Search API 啊，还有 Customize 的这个 Search Engine 啊。我们看它 Google Search 回来，它有找到了几个网站。那他的想法是什么呢？他觉得他可以使用这些资讯呢，然后来产生这个有资讯的内容。要产生之前呢，他必须要去看这些网站嘛，所以他下一步要怎么样？他就是要去读这些网站的内容。所以你看到他的 Next Action 是什么？这个浏览这个网站，那这个部分呢，就会是跟我们刚刚如果有正确设定好这些 Chrome 啊、Selenium 的东西之后，那它就可以正常的执行。那我们在这边 Input， 那我们就让它执行。OK， 这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呢，它有拿回来的一些文字，这些其实就是网站的内容。那它就会呢把这些网站的内容呢丢给 ChatGPT， 那这样子呢让 ChatGPT 去看这些内容，然后呢帮你做整理啊，摘要这些内容。好的，这样你大概就知道 AutoGPT 它执行起来的流程，还有它的做法大概是怎么样了。那有兴趣的人就可以自己复制这份 Colab 自己玩一玩。那如果设定这些 Colab 的东西呢，还是让你觉得很麻烦，我们最后呢介绍一个网站，上面呢可以做跟 AutoGPT 差不多的事情。那这个网站呢叫做 agentgpt.rewardd.ai。那这个网站怎么弄呢？你就输入要它叫的名字。我们的目标一样是要帮助我们成长频道，我们就把它贴过来，这里就可以。那它这样执行呢，它就会开始帮它的任务呢做拆解，然后呢这些任务呢它就一直跑下去。这个有趣的地方呢是你还可以把它的结果呢输出成图片。那你点开这个图片呢，你就会看到，它刚刚跑的这些东西啊，全部都用图片给你看，这样子。有兴趣的人也可以尝试一下，算是蛮简单用的。但是呢，你就没办法控制很多东西。这网站上面呢，基本就帮你控制好所有的一切了。好，这是今天教大家怎么使用 AutoGPT 这个工具啊，最近啊一直很火热。但是呢，大家常对它有误解，有过高的期待。其实大家如果自己实际操作之后啊，大家就能发现，它其实就是帮你做 Google Search 啊，把 Google Search 的东西丢给 ChatGPT 整理啊，然后再拿回来让你看，这样子算是节省了你某部分的时间，而不是真正智能的表现。如果你喜欢这类型的主题呢，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点一个赞。我是工程师给旅，我们下部影片见，拜拜。